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次我又给大家带来了带你体验系列。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朋友的杜卡迪 Monster 821 2019年款的。那么我们直接从外观开始吧。然后这杜卡迪 Monster 821的话，就完全是街车了，跟我上次骑的 CBR 650R 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侧面也不会有那个包围层包住，就完全裸露出来。这我个人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就做 service 就维修啊，或者是保养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一般你赛车仿赛，你光是拆车壳就花很多时间。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排气管，因为是 V 型双缸，所以它的排气出口的话是前后两边。比如像 CB650R 的话，它是直列4缸，所以它的那个排气管全部在前面，它是这样直的往后输出来的。然后杜卡迪 V 型的话，它就不一样。然后还有作为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会特别热。我刚刚骑的时候，外面是温度是大概15度这样，然后因为在市区骑，等等停，它的温度就达到了105度。然后如果夏天的话，在市区骑，你千万要穿皮衣。如果你不穿皮衣的话，你穿短裤或牛仔裤，你的这边是肯定会被烫伤的，你的脚的内侧是肯定会被烫伤的。它的这个油箱也显得很有肌肉感。不过就算杜卡迪，这个挡泥板也做得相当丑陋。不知道为什么，就各种厂商他们那个挡泥板，如果做的特别靠后的话，就显得特别丑。然后它这个椅子做的有一点坡度的话，感觉挺帅气。然后我感觉，如果有带人的话，后面坐的那个人应该会坐挺舒服的，因为它位置比较大。然后还蛮软的，对。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仪表盘。特别帅气，而且它的仪表盘底色会根据你在阳光下或者隧道里面，就是外界的昏暗程度改变，变成白色或者黑色。比如我们现在停车库，所以它就会变成黑色。然后它的那个仪表器显示的话也是非常简单易懂，非常利落。然后上面就会显示比如这个杜卡迪的话就会非常简单，就是你的转速、公里数、档位、你的水箱温度，然后你的还有多少油在油箱里面，包括你的 ABS 设置的档位，包括你的循距导轨的设置档位是多少，就一目了然，非常清晰。那么话不多说了，现在就带大家体验一下杜卡迪 Monster 821吧。先跨上来，哦，它坐高是好像官方给的是785，785毫米，但是我两只脚需要垫脚的。然后我身高上次说了就是1.7米这样子，然后，它座位应该座位比较宽，虽然座椅不高，但是它的座位比较宽，所以你腿会比较打开一点，所以我需要垫脚的。而且它车身也不轻，好像是官方给的是206，对，206公斤，加满油的话。哦，好，现在准备还有重要一点差点忘了 ，sound check 这次挂了空档，差点忘了。杜卡迪 V2，这个声音真的是百听不厌，就大家所谓的拖拉机声音。
你知道这个闻起来像什么吗？闻起来像钞票。OK， 这也是我第一次骑 V 型双缸的车。我之前唯一一次骑过双缸的车，是我第一辆摩托车，我的 R3，2005年的 R3，它是直列双缸，然后所以它声音听起来的话，跟这个 V 型双缸完全不一样，动力表现当然也不一样。我当时我记得好像那个车23好像是75匹这样子，不对，说错了，48匹，对，48匹，因为它刚刚符合德国 A2 驾照那个匹数，所以声音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听起来像拖拉机，怎么说呢？我觉得还好吧，我感觉其实声音蛮好听的，很浑厚，很有力量感，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对，然后它的排气是原厂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 GoPro 听到，就它的声音特别大。那么现在聊聊骑乘舒适感。首先它的座椅非常舒服，因为它很宽，所以你整个屁股都在坐在上面的。然后它的车把的话，就典型的街车车把，就完全直行的，你的手整个是打得非常宽，非常舒适。比如我的600RR， 我是这样在骑，它是这样在骑，区别特别大。再加上它座椅坐高不高，它的把手特别高，所以你整个人就感觉坐在沙发一样，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椅子上这样，特别舒适。它油箱做的比较大的，我就比较喜欢比较大的油箱，然后双腿那个夹紧的话会比较舒适一点。包括你做一些你在跑山的时候做些动作的话，你油箱大一点的话，支撑点也比较多，骑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哇，它这个4000转的时候，然后油少于4000转，然后油给比较小的时候，哇，这个把手震动真的很大。比如像我的 CBR 600R， 比如我那仿赛，70码，我6档骑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现在杜卡迪 Monster 我6档骑，然后70码这样的速度的话，手把震动时还是比较厉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到，估计大家看这个后视镜能感觉到，这个震动非常强烈。但是你如果转速一旦高于这个速度之后，大家看这个后视镜就不会震动这么厉害了。整体舒适度体验下来的话很不错，座椅相当舒服，把手也做得很宽，很好操控，油箱啊细节也做很到位。所以说舒适度的话，我感觉如果5分的话，我估计能打4分。然后那扣1分的话，就是它的排气管太热了。冬天还行，你夏天的话，你如果忍受不了穿短裤、穿牛仔裤，你肯定会被烫伤的。然后，比如很多大家说的，它的低转速不好操控啊，然后低转速不好骑啊，我其实觉得看人吧。我刚刚也体会到，它如果转速少于4000、3000这样子的话，它会整个车把震动也比较厉害。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可以适应的，你骑一段时间就适应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怎么说呢，我现在骑的一直是通勤，所以可能会跟 Sport 那个模式不一样。那么我现在看一下，我们把它切换到 Sport， 我不知道它是能不能在骑行中改变啊。我最好是停下来改啊。双击，看一下什么区别？它的 Sport 什么样？
哦，哦，啊，动力到了，动力到了啊！啊，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现在我们来谈谈动力，这也算是我的保留节目吧。熟悉我的朋友或者观看过我频道的朋友都已经知道。那么现在就是时候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面试一下这个车的极限在哪儿的时候了。杜卡迪 Monster 它官方给的数据是109匹，在9250转的时候，然后87牛米，在7000多转的时候。不应该呀，它有109匹。为什么速度只能达到200多？不可能，因为风阻太大，或者我最近太胖了，然后导致风阻太大，然后这个车骑不快了。我再试一试吧。我油门已经到底了，我的油门已经拧不动了。然后我试着往下发，让自己的风阻达到最小。还是不行。OK， 前面不限速，那我们来试一下。3，好吗？哇，这个动力不得了！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99，200。OK， 确实不行，它只能达到200。我刚刚最高达多少？206吧，好像。对，这就是极速了。但怎么说呢？它在7000转的时候，你确实能感觉到，你整个人感觉就不再骑车了，你能感觉到这个车在拖你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我的600R，它是一个线性输出，所以你不会体会得到特别的一个动力上的一个改变，就是一下子会爆发出很多动力，你不会有这么感觉。但是这杜卡迪 Monster， 你知道到了6000转之后，哇，你看，哇，这动力压又出来了，这肯定就是它杜卡迪 V 型双缸的一个乐趣，或者说一个它的魅力所在吧。这可能会有别人贵有贵的道理吧。你看，真的是，你看它速度在130、140，它的新导一样子相当的灵活。然后这是在我620上面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防晒嘛，然后它在这个速情况下是很稳定，所以你真的必须要很用力推把，车才会倒。所以说街车也有街车的乐趣，并不是防晒才是最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么高的速度，这整个人被风在往后面吹，如果我不用力扶住这个把手的话，我感觉我整个人被风吹下去。所以这也侧面说明了这个车也根本不适合骑太快速度。然后我们来聊聊操控性。
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买这个车的话，估计也不是为了去下赛道啊，或者去跑山跑得很激烈这样子。应该大部分买这个车的朋友的话，应该就是市区通勤、上下班，然后偶尔跟朋友周末休闲的骑骑山这样子。如果是以这么一个目的的话，这个车的话性能完全够了。应该不是怎么说够呢？应该是完全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它换到 Sport 跟Urban 就是不一样，动力完全不一样。我现在2档试一下。哈哈。不过我换到运动档之后，也不会说很难骑了，应该说更好骑了。它动力来得更快，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换到模式的时候有一点吓到，因为它动力来得太吓人了一下。但是骑了一下之后，就感觉现在还好了。但是我不得吐槽一点，就它杜卡迪 Monster 这个款，它的前叉和避震是不能调的。这怎么说呢？如果放在650R 上的话，我能理解，因为它本来价格好像就新车的话，价格也就8000欧这样子。然后 Monster 我具体不知道，它新车多少钱，但我感觉应该会上万欧。然后就这样作为一个上万欧元的车的话，没有快排，前叉后避震不能调，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槽点吧。因为它每个人重量不一样，就好比我70公斤，可能另外一个人骑50公斤，或者再另外一个人骑100公斤。那这样的话，它对整个车的悬吊系统受力是不一样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可能100公斤人可能悬吊会稍微调硬一点，所以它这样不可调的话，就导致它怎么说呢？导致它不能因人而异吧。然后还蛮贵的这个车，所以对我来说是个槽点。如果大家问我这个车能不能推荐给新手的话，我答案是怎么说呢？我的答案应该是不吧。因为第一个，这个车很贵，就如果作为你的第一辆摩托车，上万欧元的摩托车太贵了。当然，如果家里有矿的，单独讨论。但就作为一般家庭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摩托太贵了。就相同价位或者是更便宜的价位的话，我更宁愿倾向于日系的车。哪怕国内我虽然没有骑过或者没有体验过国内的国产的摩托车，但我感觉国内应该会有很多自主的比如像春风或者像赛500豪华叫这个名字，对，国内应该也会有适合新手价格很便宜的车。我觉得大家买那个车的话会比较那个明智一点。当然，如果大家家里有钱，然后喜欢杜卡迪这个品牌，然后又喜欢它这个V2 引擎的话，我觉得 Why not？ 当然也可以买。如果真的有新手朋友想买这个车的话，我建议或者是劝大家一定要把它的这个行车模式调到通勤 Urban， 因为它的 Sport 那个模式的话，真的是动力太强劲了。就我刚刚换的时候，我刚起步的时候，我差点就把那个车丢出去了，因为它动力起步太强了。所以说新手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把它的动力模式调成通勤模式，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车刚启动就摔出去了。OK， 这又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带你体验系列，然后对朋友杜卡迪 Monster 2019款的一个体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然后对我的频道进行关注点赞，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